一个只要有鱼溜进去就出不来的全自动捕鱼陷阱，半天时间便能捕捉到数十条生猛河鲜。制作所使用到的材料全是山上砍来的木材，并且搭建过程也相当简单，只需将陷阱设置在河水路过的河道即可。而这个漩涡状的捕鱼陷阱也同样实用高效，只要河鲜不小心掉落到里面，想要再逃出升天就会变得无比困难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养鱼池。这样的陷阱只需一次制作便能终生免费吃鱼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制作高效捕鱼陷阱的过程。胡子哥是桃花村出了名的捕鱼陷阱制作牛人，凡是有鱼的地方就有胡子哥。发达的头脑加上灵巧的双手，轻松便能搞出上百种花样的陷阱来捕鱼。你说他一生之中还会缺鱼吃吗？而上下三村的众多村花更是在排着队想要跟他攀上亲戚关系，从而实现吃鱼自由。从他那专注工作的眼神就能看得出，一个拥有非凡捕鱼技能的男人还会缺村花吗？此时胡子哥已经收集了一大堆木棍，平铺在了木架上面。他需要尽可能的将木棍之间的缝隙填满，这样才能防止已经进入到陷阱里面的河鲜难以从中逃脱。经过2个小时的架设，一个搭建在水流分叉口的9平米陷阱平台就此制作完成。与此同时，胡子哥需要将树干上的树枝全部削掉，而一把自己亲手打造的锋利砍骨刀发挥了很好的作用，3下5除2便将树干上的边角料给削切干净。这时还需要将粗壮的树干切成相同厚度的饼状，必须使用模块化的方式才能制作出高效的捕鱼陷阱，而这些木柄将决定陷阱是否能够捕捉到鱼的关键。将这些木柄全部切割出来，可没少让胡子哥流汗。幸好他那强壮的身体能够扛得住这般高强度的劳动。随后将辛苦切割出来的木柄全部平铺在平台的表面，而且还必须一块压着一块，让木柄之间拼接出一条凹槽。如果河鲜被水流冲上平台，就会卡在凹槽中间。此刻想要跳出胡子哥设计的陷阱，却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种画饼式的捕鱼陷阱，只有聪明绝顶的胡子哥才想得出来。在把最前面的大饼全部摆好之后，还需要将木柄之间的缝隙用小木柄进行填充，以确保进入到里面的大鱼无缝可钻。同时用木棍将平台边缘密封起来，而他身后湍急的河水里面必定会有不少鱼货在等着进入陷阱。只有做到万无一失，才能成为一名让人敬仰的捕鱼达人。在把陷阱制作完成之后，为了能够将鱼群引入其中，必须改变水流的方向。先把平台的底部用石块进行堵塞，水流外溢的地方也需要进行封堵，让其从陷阱处流过。此时河水很快便涨了起来。经过胡子哥的一顿猛烈操作，水流已经基本上盖过了整个陷阱平台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在细节处理上必须非常到位。此时在角落里放置一台监视鱼群进入的相机，以检验陷阱的实际效果。在一切都安排好之后，胡子哥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先行回家等待。就在他回家拉了一泡尿的时间，里面便已经躺平了10多条大鱼，任凭他们怎么打滚都无法逃出这块大饼，而且还在不断的有河鲜往里面送鱼头。看这架势，每天最少能够捕捉到不下100斤的鱼货，简直就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捕鱼方式。1个时辰之后，里面早已没有多余的空间给后来的鱼躺平的机会。胡子哥为了满足捕鱼的野心，得到更多的鱼货，第2天便继续在同一条河里设置另外一个超级陷阱。他需要先将河水进行改道，好让接下来的工作更加顺利。而一根直径30厘米的下水管是捕鱼陷阱的关键部件，可以让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快速通过。这时再使用石块将可以漂浮在水上的管道固定起来，制作成捕鱼陷阱的出水口。同时继续围着水管的进水口堆砌石块，将其打造成一个漏斗的形状，以方便水流通过时更加高效。想要固定住松散的石块，还得使用水泥铺在上面，而制作陷阱的成本便陡然升高了不少。看来胡子哥为了增加捕鱼量，不惜下起了血本。此时直径1米的漏斗型捕鱼陷阱已经初步成型。之所以制作成这般模样，一是能够让水流更加的顺畅，二是能够把鱼直接陷在里面出不来。同时把水泥表面打磨光滑，还能增加大鱼从里面逃脱的难度。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干活，已经让他汗流浃背，紧身衣也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。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决定了胡子哥就是一名成功的捕鱼人士。此时用水平仪对着入口进行测量，在确定四周已经平整之后，便开始在陷阱的底部架设铁条。铁条之间的间隙可确保较小的鱼可以从中间逃走。这就是整个陷阱的形状，简直就像是一座城市下水道的模样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此时的水泥已经完全干透变硬。这时胡子哥便开始将河水进行改道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将众多石块堆叠在一起，这可把他给累出了翔。经过2个小时的辛苦搬运，
河水开始缓慢地聚集在捕鱼陷阱的附近，在漫过边缘时，便代表着整个工程已经全部完工，只需等待河鲜进入即可。此时被石块阻隔的部分河水只能进入到陷阱当中流走，只需等待1个晚上，里面便已经有10多条大鱼陷在里面。想要逃出落差1米的光滑壁面根本就不可能。那么大家是否也想自己制作一个1本万利的捕鱼陷阱呢？